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9号。最近河南三支一扶成绩引起广泛争议，这也太巧了吧？有人说一看就不正常，现在都这么明目张胆了吗？装都不装了，明眼人都觉得不太可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呢？那三支一扶又是什么呢？请看视频。这也太诡异了吧！三支一扶一人岗，恰好一人80多分；两人岗恰好两人80多分；四人岗恰好4个80多分。这是网友梳理河南招录名单时发现的一组诡异数据。据荔枝新闻、新京报等多家媒体报道，2026年河南三支一扶笔试成绩公布后，安阳、济源、平顶山、驻马店多地出现了这种匪夷所思的精准匹配奇观。招录名额几个，80多分的高分就恰好几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更刺眼的是，出现了很夸张的分数断层，第一名高高站在80分梯队，第二名直接断崖式跌到60多分，给人感觉遥遥领先，势不可挡。据报道，今年这套卷子特别难考，首次加入了不定向选择题，容错率非常低，理论上得高分的会很稀缺，但恰恰相反，安阳一地就冒出10几个80多分，济源的考分更惊人，3名考生在6月底一场只考了50多分，时隔仅13天，这场考试分数直接飙升到一个84点多，一个87点多，一个79点多分。如此夸张的飙升，很难用超常发挥能解释。此外，洛阳、新乡等地初期仅公布入围名单，却未同步公示具体笔试分数，外界感觉不透明。这件事说实话，不是考生输不起，不是没事在挑字，而是难以接受处处有巧合，地地有奇迹。可能大家想知道，这些反常的分数到底是考生的实力爆发，还是考试阅卷成绩统计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们要个真相。三支一扶是什么概念？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实际就是国家为基层输送人才，同时也是给所有人通过公平竞争留的一道低成本入编的通道。据报道，今年河南超14万人报考，全省计划招录3082人，竞争烈度空前。分数出来之后，争议的热度也空前，这当然应该理解。面对滔天质疑，河南省相关部门连夜成立专项调查组，并于7月28号发布官方最新回应，要求尚未公示笔试成绩的地市7月30号前全部完成补公示，对所有存疑成绩、存疑考生坚持查实一个取消一个，空缺岗位按笔试成绩依次递补，全程接受社会监督。非常好，敢直面不回避，这份态度值得肯定。但这次调查本身也是对公信力的一场大考。公众关注3件事：查了哪些环节，用什么方式核查，发现了哪些问题，最后才是怎么处理。我的建议就一条，把真相公开出来的同时，把调查过程摊开来，包括怎么核查的打卡题，怎么调取的监控，那几个分数暴涨的考生是否重新阅卷，有无对比笔记等等，证据码得扎扎实实，不能一笔带过。如果核查下来高分都是真实力，那就把依据摆出来，如果存在违规或者舞弊，就一查到底，一并处理，同时把本就属于踏实备考者的机会一分不差的还给递补人员。我们很欣慰地看到，考公考编的监督体系日趋严密，但同时三支一扶也需要配套严密的监督，都是涉及公平公正的考试，哪一场哪一关都不失防，都不能伤害了对制度公信力眼巴巴寄予期待和信任的所有考生。当然说这些并不是预设有罪，而是想讲2点。第一，在权威调查结束公布前，不做过度揣测，保持监督的理性。第二是，理性不等于让人放下追问，公众对这场考试的疑惑所表达的社会关切，不该被简单当成网络杂音。所以对官方来说，表态让人期待，过程更要坦荡，要把这次调查做成一次彻底透明的作业。这份作业不是给舆情一个交代，而是给10几万把命运压在一张答题卡上的考生一个公正交代，一个确切答案。一句话，当下最该做的事是让调查本身经得起调查，只有这样才能守住这场考试的公平，才能守住普通人奋斗的希望。您说呢？
从这个事件也能看出一些端倪，为什么很多家长或者学生在中考结束后，即使高分也会选择技校了？公务员竞争太激烈了，还是老老实实学个技术靠谱。再说了，中本贯通3+4的政策也能极大的提高考上本科院校的概率，不用补课内卷。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直接看视频。现在的职校招生有多疯狂呢？以前是读书成绩不行去职校，现在是学霸抢着去职校。你看看现在发生的一些魔幻的事情，广州一个男生中考考了708分，按照这个分数完全可以选择一所顶尖名校，可他却放弃了读高中，报了一所职业院校。还有北京昌平职业学校的招生现场，有家长凌晨3点就支起了帐篷带着小马扎，裹着毛毯等在大门口，就为了提前拿到一个报名号。甚至在排队现场还出现了有很多人大附中、清华附中的孩子。以前他们的目标全都是顶级的985名校，结果现在却扎堆出现在了一所职校的招生现场。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河北保定一所职业中学的招生现场，招生当天人满为患，疯狂的家长们为了给孩子抢一个名额，直接把学校的伸缩门都给挤倒了。就连学校的老师都坦言，教了几十年书，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如果只说现象，大家的感知可能还不太明显。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数据。北京昌平职业学校原本计划只招800人，结果现场却有超过5000人报名，录取率只有16%，热门专业30个名额更是直接吸引了600人报名，报名比是达到了夸张的20比1。当然最疯狂的还是全国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广东首批3+4中本贯通试点，职校原本计划只招生40人，结果却吸引了6366人报名，每160个人才能抢到一个名额，比公务员考试都要离谱。还有成都、南宁、武汉等地也都迎来了一场职校报名热潮，仿佛一夜之间职校就从无人问津的冷门赛道变成了人人争抢的香饽饽。那么看到这种反常的现象，很多人不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其实答案就藏在冰冷的就业数据里。2026年全国大学生毕业人数达到了恐怖的1270万人，再创新高。但智联招聘的2024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却显示，当年高校毕业生找到正规单位的概率却只有55%，而且即便他们有幸找到一份工作，薪资有60%的概率会低于6000，月薪大概率只有3到5千。尤其是现在 AI 革命已经来临，受冲击最严重的就是基础白领工作。普通大学生就业选择最多的那些岗位，比如说初级会计、基础美工、电话客服、人事行政等工作，现在正面临被批量替代的危机。他们要么就是直接找不到工作，要么就是工资好几年都不涨，已经成为了公认的夕阳职业。反观护理、烹饪、水电工、建筑工人这些蓝领职业，还有新能源、智能制造这些技术工种，由于和现实的交互更加密切，和趋势产业联系得更紧，那么反而变得越发吃香。不仅工资一直在涨，就连职业的前景也变得更加明朗。对于现在的家长而言，与其花费4年时间、几十万的成本让孩子去读一个普通本科，倒不如直接提前锁定一个有前途的职业院校。这就是很多家长抢着去职校报名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你不要以为那些家长欠缺考虑他们其实呢比大多数人都活得更加清醒。为什么他们会去抢着去报名那些职校呢？你以为那些职校是普通职校吗？我们先来看北京昌平职业学校，他们的毕业生有70%呢进入到首都机场、北京地铁等国企或事业单位，就业率长期稳定在95%以上。还有杭州乔思职业高级中学，为什么会遭到家长疯抢？因为他们的纺织工程专业直接对口的是浙江理工大学，那是他们省内纺织领域的顶尖院校。还有很多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职业院校，他们背后都有电力、铁路、医护、民航类的行业背景，毕业生大多都能直接进入到对口系统工作，甚至有些岗位还自带编制，妥妥的就是铁饭碗。这难道不比读一个没有着落的普通院校强吗？而且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听过中本贯通这个政策这个政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3年中职和4年本科是绑定在一块儿的。中考的时候你报名了一所职业院校，只要你能够完成学业，通过转段考试，那你就能够直升对口的本科院校。除了前面我说的杭州乔思职业高级中学可以直升浙江理工大学之外，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的机电专业也可以直升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的机械电子工程专业。还有上海的一些职业院校也可以直升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等一大批公办名校。这些学校你查一查就清楚了，这都属于前途非常不错的高校。如果你的孩子中考只考了300-400分去读普高，3年之后大概率也是读个大专，那与其这样，你倒不如直接选择那种就中本贯通的职校，这样基本就能够锁定一个本科
和文凭。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抢着去某一些职校报名的真正原因，因为更稳。这种求稳的心态不止发生在中考阶段，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比如说今年江苏高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历史类的一个专业组，他们的最低投档分数是652分。那你知道同批次清华的分数是多少吗？答案是655分。为什么这所大学能够和清华叫板？原因很简单，因为看名字就知道了，这个学校的学生只要毕业，很可能就是铁饭碗。这样的事情2年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比如说上海海关学院在某省的投档线就超过了清华，还有一些公费师范生、定向医学生、军校的分数线也在不断上涨，超过了很多顶级985名校。因为这些学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毕业即就业，就业即入编。而且你不要以为受欢迎的只是这些编制类院校，还有一些就业更容易的特别院校也开始异军突起。比如说前面我们说到的浙江考生放弃了考浙大，选择了很多人没有听过的宁波东方理工大学，还有河南考生674分报考了福耀科大，还有大量高分考生报了东莞和粤港澳大湾区大学。为什么他们这样选？因为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有16名院士坐镇，福耀科大有15名院士坐镇，他们都把学生当成精英来培养，学生大一就能进入到头部企业实习，毕业直接去大厂拿高薪。至于粤港澳大湾区大学就更明显了，因为他们的实验室就建在华为隔壁，出门就是华为和国家共建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这才是更稳定的高薪就业之路。看这些你就会清楚哈，职校之所以会爆火，根本就不是因为家长疯了，而是时代的底层逻辑彻底变了。过去40年，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年代，读了大学就能改变命运，尤其是名校的招牌，那几乎就等于高薪和体面，所以大家才会拼了命的让孩子去冲高分考名校，就是他们的人生跃迁的重要通道。但是现在呢，情况已经彻底变了，当全球局势变幻莫测，大家心态开始变了，那么就不再求孩子能够大富大贵了，也不奢求能够阶级跃升，他们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变幻的时代里找到一份充满确定性的工作，能够安稳的过完一生。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才会选择那条看起来更稳的赛道，这就是职校爆火潮背后的真相。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评论、订阅，谢谢大家。